108将中都有哪些好汉有后代？他们的后代都是干什么的？其中谁又最有出息？对于梁山好汉的结局，但凡看过《水浒传》的人，想必都比较了解。但要是盘点他们的后代，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。毕竟作者将整部书的重点都放在了梁山好汉们的应有事迹上，没有过多去刻画他们的家庭以及婚姻状况，所以这导致一些英雄好汉到死都是单身汉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梁山108将中也并非全是单身，有一部分人是有家室的，他们在上山之前就已经娶妻生子。而关于他们后代的具体情况，在《水浒传》以及《水浒》衍生作品里是有提及的。首先在《水浒传》里有2个梁山好汉的后代，被书中着重点明了个人信息以及后续的发展情况，一个是梁山8骠骑之一的莫羽见张青，另一个是宋江之弟铁扇子宋清。先说张青，在梁山征天虎这一章节中，他与田虎手下的女将裘琼英一见如故，随即化敌为友，结为了伉俪。后来宋江要再去征讨方腊，琼英因为有孕在身，被留在了东京。张青则跟随大部队南下，不料夫妻2人这一别却是永绝。独松关一战，张青被方腊武将厉天瑞一枪刺死。听闻丈夫殒命沙场，裘琼英悲痛欲绝。她先是托人将丈夫的灵柩送到老家安葬，随后为张青守灵，后来生下一子，取名叫张杰。琼英独自将张杰抚养长大，并传授其武艺。而张杰也没有辜负母亲对自己的期望，长大后他投身于抗金队伍，跟随吴玠在河上袁大败金兀术，因战功赫赫被封为车卫将军。再说宋清的后代，宋清堪称梁山最大的赢家，他不仅得以善终，还获得了朝廷赐予的丰厚封赏，儿子也做了官。原文中写道：赐钱10万贯，田3000亩，以善其家，待有子嗣，朝廷录用。后来宋清生一子宋安平，英国科举，官至秘书学士。从这段描述中可知，宋清的儿子叫宋安平，通过科举做到了秘书学士。秘书学士是多大的官呢？在宋代并无秘书学士这一职位，它或许是对秘书省中学士类职务的泛指，在文官体系中属于中下级官职，主要负责文献管理、文翰起草等事务。总的来说，宋安平能担任此职，也算是为家族延续了荣耀，将宋江重视文教、渴望为朝廷效力的人生信条传承了下来。那么其他梁山好汉的后代又都怎么样呢？这就要以《水浒传》衍生作品《水浒后传》来展开叙述了。第一个要说的是小李广花荣。花荣是梁山8骠骑之一，他在《水浒传》中出场时，虽年仅20多岁，却也已经娶妻成家。宋江到清风寨时，花荣夫妻对宋江的服侍极为周到。书中写道：花荣夫妻几口招募精精致致，贡茶献酒共食，服侍宋江。可见这个时候的花荣已经有了妻小。此外，他还有一个妹子，被宋江许配给了秦明，所以按照辈分，秦明还得叫花荣一声大舅哥。花荣上了梁山后，原著就不怎么提及他的家人了。直到《水浒传》的结尾部分，吴用又主动问起了花荣的妻小。当时宋江被奸臣所害，花荣闻讯悲痛欲绝，决意追随宋江而去。吴用亦有此念，便对花荣说道：花贤弟且听我说，吴用一人又无家眷，死又何妨？而贤弟你现如今已有幼子妻小，你若是去了，叫他们如何是好？吴用的意思就是自己死就死了，无牵无挂，但花荣还有妻子孩子，若就这样撒手人寰，留下妻小无人照料，实在是不妥。然而花荣却表示家人都已安排好了，自己可以放心离去。随后两人便在宋江墓前自缢。到这里水浒就结束了。至于花荣的家人是否得到了妥善安置，书中就没有再交代了。但在明末清初小说家陈晨的《水浒续书·水浒后传》中有介绍花荣之子的详细情况。首先，花荣的孩子名叫花逢春，或许是自幼便以父亲为榜样，花逢春也酷爱射箭，并逐渐成长为了一名神箭手。承接《水浒传》结尾，花荣自缢后，花逢春与母亲遭到了官府的迫害，幸得铁教紫月和救助脱险。后来他们在太湖与李俊同威同盟等会合，准备从太湖出海前往暹罗国，不料在海上遇到一条鲸鱼前来搅扰。花逢春见状，张弓搭箭，一箭便射中了鲸鱼的眼睛。李俊见了，忍不住地称赞道：花公子这神箭果然是家传神技。到了暹罗国后，花逢春又凭借弓箭帮助李俊打败了暹罗军队。暹罗国王马赛真投降，愿以和亲的方式西战。国王看花逢春年少有为，便将暹罗公主许配给了他。花逢春因此成为了暹罗国驸马。然而没过多久，暹罗国就爆发了内乱，原国王惨遭弑杀，王位也被篡夺。危急关头，李俊带着花逢春挺身而出，很快就平息了这场动乱。
事后，李俊建议花逢春继承王位，花逢春自觉阅历浅薄，不敢接受。在众人的拥戴下，李俊即位为暹罗国王，花逢春仍为暹罗国驸马。此外，李俊还带着花逢春等人帮助宋朝抵抗金国的军队。因屡立战功，花逢春被宋高宗加封为暹罗国驸马、都尉兼骠骑将军。自此，花逢春便与李俊等人在暹罗国安度晚年。第二个有后代的是金枪手徐宁，他与花荣的婚姻状况相同，在上梁山之前就已经娶妻生子，被坑上梁山后，宋江派人将徐宁的家人接到了梁山。但遗憾的是，《水浒》原著从头到尾没有具体描述徐宁家人的情况，《水浒后传》中有介绍徐宁的儿子叫徐成。徐宁在征讨方腊的战役中战死后，他的妻子捧着灵位，带着年幼的儿子徐成又回到了开封老家。不久后，徐宁的妻子病逝，徐成孤苦无依，在开封城四处漂泊。好在一日，他被呼延灼认出，带回府中抚养。呼延灼不仅将其收为养子，还将自己的爱女呼延玉英许配给了他。此外，呼延灼还有一个儿子叫呼延玉。书中介绍，呼延玉自幼随父习武，习得家传的双边绝技。徐成被呼延灼收为养子后，呼延玉与他经常切磋武艺，二人在性格上比较投合，又都有侠义精神，于是结拜为兄弟，一起惩奸除恶。后来呼延灼在抗金战争中阵亡，呼延玉心灰意冷之下，便带着徐成到暹罗国投奔了李俊。在暹罗国，二人都受到了李俊的重用，徐成最终还受封为虎翼将军，与呼延玉、花逢春等共同辅佐世子李登。以上这些都是《水浒后传》里的故事。若按此设定，在梁山好汉的后代当中，就属花荣之子花逢春、呼延灼之子呼延玉以及徐宁之子徐成最有出息。可以说，他们不仅继承了父辈的忠勇品格，更以个人能力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。而我们作为读者，看到这些梁山好汉的后代能有这样的成就，心里也算是一份慰藉了。毕竟他们的父辈和其他梁山好汉的结局都不太好，甚至说是一个悲剧。但好在梁山的精神在这些他们后代身上得到了延续，